来，这个咖啡边角料第2集，我们今天要讲烘焙入门嘛啊，深入的话可以讨论太多啊。那下一集我想要讲什么？下一集我想要讲咖啡角落如何布置啊，需要征求志愿者，让我去你家或者是你们公司也可以啊，老板同意的话。然后我们会给出优点和缺点建议，好吧？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哈。烘咖啡之前，人们是怎么喝咖啡的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要采下来直接吃，做成咖啡果茶嘛，对不对？最早开始烘咖啡的是阿拉伯人，上一集有讲嘛，阿拉比卡，大家以为那是阿拉伯人出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阿拉伯人为什么烘呢？因为他们其实蛮习惯炒香料嘛，对不对？僧侣啊，念古兰经的。还要做早课晚课，有没有？太累了，咖啡拿来炒一炒，就比较有精神，可以做下面的事情。这个是没有用的知识啊。讲回来，就是我比较常有人在问说，我们是怎么决定烘焙度的？浅焙啊，中焙、深焙，对不对？不要纠正我发音哈，我学的时候是念焙，好不好？就是你怎么决定这件事情呢？那你有吃过咖啡果吗？你知道生豆是什么味道吗？就是你从树上摘下来，放到嘴巴，甜甜的啊。然后，但是你一摘下来，它就开始发酵了。所以你如果摘下来，隔天再吃就没那么好吃了。一般咖啡生豆应该比较好取得嘛。你吃吃看，就有一点木头的、一点草的那种味道而已，感觉没那么好。那烘焙过后呢，它里面东西才会释放出来。那我们怎么决定烘焙度呢？有几个方向啊哈。生豆拿来闻闻看，如果它酸质很好，花香很明显，那大概率我们会选浅焙。那如果说这只豆子能抓起来哈，感觉比重很重，有没有？沉甸甸的，然后密度高哈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浅或深哦。那如果你闻起来发现是坚果调子比较重，什么巴西啊、哥伦比亚这一类的哈，可能中焙、深焙表现会好一点。然后还有一种是跟处理法也有关系，比如说水洗豆通常酸质明亮一点、干净一点，焙度通常就会浅一点。如果是晒豆做太浅，有时候发酵会表现太强烈啊，需要烘焙修饰一下，可能中浅、中深蛮好。主要有一个决定的点是这个生豆的本质，它到底适合什么。然后再来一个点是你要做什么用。今天我们要做一批是给意式做浓缩的，那大部分可能就是往深焙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要做手冲，那不是各焙度都可以了。那甚至有的时候是这样哈，手冲跟裁缝可能烘焙手段会略不同哦，可以微调哦。所以有时候是根据你的用途了，然后去想，我大概要烘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再来一个是你个人的风格是什么？我自己是属于可能我对甜味特别敏感，所以我们烘焙的时候可能甜味就会表现特别好。那我当然就主力往这一块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对香味比较敏感，那你可能就往浅烘焙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很自由啦，适合做浅的，你要故意要做深的也可以，你个人风格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是会觉得，因为烘焙算是一个让食物变美味的手段嘛，你还是根据你的食材去决定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就是我自己这样觉得啦。所以这样烘焙度你会决定了哈。那烘焙过程是怎么样？就是豆子进去之后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很重要哦。等一下会考豆子进去，对不对？豆子会有一个含水量，好，你要先让豆子脱水，脱水之后会进入梅纳反应，变黄，然后变咖啡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一个发展期，有一爆之后，是你调整风格的很重要的地方，但那个时间很短。那烘焙曲线是长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发展起来最后一小段，所以烘焙大概有3个主要阶段啊，一个是脱水期，一个是梅纳反应，一个是发展期。
啊。那你如果比对这个烘焙曲线的话呢，它会先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它就像一个 Nike 的勾勾一样嘛，它先掉下来，因为豆子本身是比较凉嘛，温度往下掉，然后到回温点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脱水了嘛。我们会认为说是发展期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其实前面备料也很重要，所以你脱水的过程要长还是要短呢？我们其实要看豆子哈，如果这豆子密度高，我们脱水期可能要稍微拉长一点点，升温要缓一点，豆子的结构比较松散，海拔比较低的，脱水期不能拉太长。那如果你脱水期拉非常长会怎么样呢？它的水分都跑光了，对不对？风味都不见了，也不行啊。那如果你脱水期很短会怎样？豆子中间还没有热哦，外面就开始变黄了，对不对？不行哦，那喝起来会涩涩的。通常豆子120、130，银皮会脱落嘛，脱落之后就开始是梅纳反应的梅纳反应这个时候要快吗？还是要慢？快会怎样？慢会怎样？脱的太长，豆子结构被破坏比较严重破坏严重会怎样？想一下，如果豆子的结构破坏很严重，它可能焦糖化会发展的比较发达，那甜味不错。如果太 over 呢，容易焦苦味了。所以这个烘焙其实有点像时间管理的概念，比如说这个点到下一个点，我们大概要多长的时间？那通常是这样1分半左右会到回温点，走到130左右开始变黄，然后银皮会脱落，然后再往上呢150、160，这个时候可能颜色已经比较浅的咖啡色了。那再来呢就是一爆一爆就之后就是发展期了，这时候就是决定你焙度的关键了嘛，对不对？一爆刚开始就是浅烘焙了，一爆结束之后中烘焙了，碰到二爆了，可能就接近深焙了。那二爆结束呢就焦炭了。你有去烤过 BBQ 吧？你肉片放上去会怎么样？它水分会跑出来，对不对？相当于我们到回温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回温点要怎样？你会怎么做？赶快翻面有没有？翻面，看它变黄黄的，有没有？就如果翻面之后水又跑出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又要再翻回来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翻回来是不是两边都变黄黄的？接下来你就决定烘焙度了嘛，烤度、熟度了，有没有？熟一点嘛，颜色转深了，再拿起来吗？深焙了那你不会笨笨的到黑了才拿起来吗？黑了就焦了，对吧？那你火太大会怎么样？一面焦了，里面没熟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那怎么去控制这些呢？主要有3个大的变数，一个是火力，一个是风，一个是转速。有很多机器它的转速是不能控制的，它是固定转的，那就变成你能控制的点就只剩下火跟风了嘛。有的甚至连风都没有，只能控火的。真的想要玩烘豆的话，我会觉得是这3个变数都要可以控制的，个人的风格比较容易表达出来。那这3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先讲火跟风的关系好，你火很大，风也很大会怎样？蓄热不够。那你火很小，风很大呢，升温上不去火很大，风很小会怎样？闷住了。回想一下 BBQ 的情节也很好理解嘛再来是火跟转速的关系是什么？如果你火很大，转很快，会怎样？你要烤肉一直反这样，有没有？不行你转速太快，它这个受热来不及那你如果转速太慢呢？要放上去，火很大，转速过慢会怎样？一面超微达。所以这个转速很重要，对我来说啦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反正你就尽量跟烤肉联想在一起就对了，好吧？风小，转速又快，会怎样？永远不会熟你不要觉得很好笑我跟你讲，烤肉大家都会那放进烘豆机就不一样了，大家就傻了，你知道，就是会转快，然后火又小，很小心这样子，你不行。所以我们这里知道火跟转速的关系是这样。我们假设以每分钟60转为基准
转速稍微放慢一点，接触面比较够，受热比较够，结构被破坏比较严重。结构被破坏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当它梅纳开始焦糖化的时候，它的反应会比较剧烈，甜味就高一点，巴底就会感觉比较强。可是这个也是要取决于前面一趴讲，跟你生豆的质量有关。还有一个它们之间的关系，风跟转速呢？风是干嘛的？我们不是豆子要脱水吗？你知道水分的导热比空气快，那豆子本身有水嘛，对不对？我风关起来的时候，水在里面，它是不是传导很快？所以你升温速度会很快。所以我们风要稍微开起来。假设你要放慢梅纳反应这个速度的时候，你的风要稍微开起来。风主要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功能啦哈，一个是控制锅炉里面的水量，风比较大的时候水会排出去，水汽会排出去。因为看大家烘豆那个冒烟一开始冒白烟的，这水汽闻起来都是草味，植物的草本味道，有没有？所以大家觉得啊烘豆臭臭，烘豆会香就是在发展期以后的事情。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把里面的银皮啊什么排出来嘛。风大概是扮演这个角色。那风跟转速之间的关系是这样，如果你风很大，转又很快的，转得快蓄热慢，对不对？风大，水汽带走了，升温就会变慢哦。你就觉得怎么一直上不去哈？可能转速太快，可能风太大。那要先调哪一个？先调风啊，风的反应速度比转速回馈的快一点。好，能理解吗？这个火力啊，跟风力啊，跟转速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你要去找到平衡的点的。通常我们假设每分钟升温10度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叫做基准点的感觉。啊，每分钟升15就有点快咯。那要放慢的时候怎么办？提高转速，加大一点风力。那把火转小当然是也可以，但是你火转小，它反应速度不会那么快，因为它豆子会蓄热嘛。对，那你不如把风开大一点，让热空气赶快离开。转速其实是你事前就要先规划好，比如说这只豆子，我希望它升温不要那么快，我可能就稍微转速高一点点。所以这3个变数哈，是要你自己去调配的。先讲一个概念是这样哈，你每分钟要10度这件事情，它不会有办法稳定的维持，很像我们走路一样，就是每一步都是差点跌倒，但是没有跌倒，差点跌倒，但是没跌倒，它是不断修正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你要先有这个概念，你摆荡不能太大，对不对？不能5度跟15度这样子，这3个变数大概知道怎么调整了哈。然后你还有另外一种练习方法，我自己是这样哈，风不变，转速不变，只调火。烘一锅，然后再一锅是只调风。只调风的话，就是练习水分的控制嘛。再来一个只调转速，你会发现原来它对body影响是至关重要。大家都认为说什么1爆2爆啊，好像发展期特别重要。其实前面脱水梅纳反应的时候也很重要，但是你在准备的过程，我们刚刚讲的那3个变数跟这个加在一起的时候。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我要烘一只body很强、香味也很好的豆子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方向是什么？body很强，转速可能要在这个脱水期的时候放慢一点。那香气要强呢，火力稍微大一点，升温速度要稍微快一点。升温速度要快的话呢，风可能要相对小一点。如果你要做一支味道很干净的，风要大一点，转速高一点点，然后火力配合它们。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，你进入发展1爆之前，190到195度左右，这个准备工作准备的好的话，后面会比较轻松很多，因为发展期很短嘛，1爆到2爆之间很短，1爆之前。有可能先要让速度变缓慢一点，这样你在发展期才会有更多时间可以去操控它嘛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我们常见一个错误是什么？
就是它怎么没有停就直接到2爆了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水分太多，水分太多代表风太小，升温会过快，你刹不住车。然后还有一种是它不会爆，为什么不会爆？你的热度不够嘛。如果是我的手段，应该是它，比如说到回温点之后，我会补一点火，然后转速慢一点，因为我喜欢body比较强的，甜味比较高的。然后我们要想的事情是，这个时候它锅炉里面的水一直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从豆子里面一直出来，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水传导热度太快，所以我们大概125度、130度，它准备要梅纳反应的时候，银皮刚好脱落了，我们顺势就风打开，让风把银皮啊多余的水汽先带走。带走以后呢，转速可能可以稍微拉高一点，然后豆子是不是渐渐转黄？这个水分你要控制哦，就是你不能把水全部排光光，排光光会导致什么？就像前面讲，一爆不会爆，因为热度不够，要留一点点水。这个时候转速可能会稍微拉快一点点，就很像你炒菜有没有？是不是快起锅之前，大家会翻得特别快？一样的概念啊，会在一爆之前，把升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。如果是做浅焙的话呢，它一爆开始，我们风就开大，转速开大。刚刚前面讲3大变数，风大、转速大会怎样？升温慢，让它慢慢到我喜欢的那个味道点，让它下来。那如果要做深焙呢，一样啊，一爆开始风大，转速快，对不对？但一爆结束的时候呢，把风关起来，让它能量再聚集起来到2爆去。2爆开始呢，火可以关呢，或者是很小的火，然后开风门。这个意思也是让它升温减缓嘛，然后到你喜欢的味道下来。这样，这是我的手段啊，你们可以参考。我觉得烘焙的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你的感官其实比机器上面显示的这个温度啊还重要。给大家建议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你在每个过程啊，到回温点我们要闻一下什么味道，然后脑袋记住，然后银皮脱落的时候闻一下味道，大概是怎么样，脑袋要记住，就是你要随时去观察它，尤其是你到发展期一爆以后，你要下豆之前，味道要闻嘛。闻到你最喜欢的那一刻，把豆子放下来冷却，才会得到一个你喜欢的。但通常事与愿违啦，烘出来发现不是我要的，那时候我们就要回头去看我们烘焙曲线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在脱水期，升温过快了，代表水汽过多了，那脱水期是不是就没有脱到水了呢？喝起来甜味不够，body不强。转速太快了，风味不强，也有可能是你的风太大了，升温过于缓慢，它会把很多风味都带走，所以你要去检查你的烘焙曲线到底你哪一段有问题。所以烘豆这件事情呢，不是说我照某大师曲线按下去，然后它就会一模一样，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呢？首先你豆子来源跟它不一样，再来是你所在的环境的湿度跟温度不一样，最好的方法是让你自己的感官能理解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然后烘焙机有很多选择哈，有热风、半热风、直火，对不对哈？如果初学，我会建议用半热风的，至少烘焙量是1公斤的机器，你可以放个800-900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样子稳定性会比较好一点。你会有时候发现很小的机器啊，这个300-500克的电风扇一吹有没有，热就散掉了哈，然后很容易被环境影响。1公斤的机器通常会稳定性好一点，那你做的所有练习才会比较有意义。练习烘豆，我觉得可以用水洗豆，相对比较单纯一点，但是你品质要买好一点。千万不要买很糟的豆子来练习，因为很糟的豆子烘出来味道可能很糟，
你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弱？其实你没有很弱，对，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练习，你材料我觉得也要好一点的。烘豆入门大致上是这样啊，重点整理一下，烘豆有3个重要的阶段：脱水、梅纳反应，然后发展期。发展期就是你决定你要烘到1爆密集、2爆，你的烘焙度的选择。然后有3大变数：火力、转速、风门。这3大变数呢，环环相扣。然后还有一个点是，锅炉里面的水汽啊，升温要快的时候水稍微流多一点，升温想要慢的时候呢，水稍微少一点。好，这就跟风有关了，对不对？这水汽的控制也蛮重要的。以上希望大家都可以烘出一锅自己喜欢的咖啡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烘豆这件事情是自己的感官训练很重要了哈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只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那么会烤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材料换成豆子，那个概念就全部不见了。烘焙这件事其实是蛮相通的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，然后下一集我们想要讲如何建立自己的咖啡角落，征求志愿者让我去你们家或你们公司拍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